这沙包饭啊，经过炭火高温焖煮之后，里头的那个辣味跟肉味的鲜味渗入那个米饭中啊，还带有那一丝的焦香味啊，老少咸宜。沙包饭就完全体现了广东美食对火候的控制和原汁原味的精髓。究竟本地沙包饭的古早味是保留了原香的滋味，还是早就拥有本地自己的味道了呢？Chef Shen Tan， Yes， 嗨，嗨，我是 Chef Shen Tan， 我是一名私房菜厨师。作为一名厨师，应该要掌握3大元素：味觉、嗅觉和记忆，才能做出让人吃出心意的菜肴。我认为的古早味，就是我在成长过程中吃过的那种令人怀念的滋味。有生丹，那好，我就老人吧。生丹老人，是不是很多人这样子叫你的？是啊，真的啊？那歪生丹？因为我妈妈常叫我 Shen， 因为我姓陈嘛。哦，anyway， 重点是非常开心哦，你今天呢是我们的 chef 啦，然后我们要还原的是这个古早味的5味沙包饭。那你要不要跟我说一下你对这个沙包饭啊最早的一个记忆、一个回忆？我小时候就不喜欢吃东西，真的啊。OK，哦，长大了就不一样。哎呀，不要这样。OK， 来。然后我们搬去我外婆家，她就每天煮东西给我吃。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沙包饭。为什么那时候的沙包饭会让你开始吃东西呢？因为她会特地煮给我，而且你要想以前煮的时候一定要1个钟才煮得出这个沙包饭，不容易煮，是很特别的。她会特地去巴沙买最新鲜的材料煮给我。所以你今天煮的这个都有5味吗？有5有哪几味呢？有腊肠、润肠、咸鱼、鸡肉，还有香菇。好，那你不介意我就试试看了啊。有猪油吗？没有。有，可是你的猪油不是下的很多哈？为什么你这样吝啬？你可以放多点猪油的。是因为炒的时候才用猪油。炒？你的沙包饭你有炒过的啊？炒的时候我就放香菇、润肠、腊肠，还有米，炒干了，然后放在 rice cooker 里面。哦，你是用 rice cooker 来煮的，而不是放在一个沙包里头的。不过据我了解啊，外头的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呢，他们比较喜欢直接的生米煮成熟饭。OK， 首先呢，我要带你去拜访的呢，是一家老字号，在牛车水的。林老板 ，Hello， 哎，我们来你的厨房哈，跟你了解一下哈，怎么煮这个沙包饭了哈。所以你现在都是用煤气，还有用那个火炭的哈。对，以前是全部火炭的，因为我们呢搬来这边不允许，所以我们是2段式的咯。OK， 你可以先给我们看你的整个步骤是什么啊？步骤是先拿沙包起来先下米。以前我们是用普通米煮，现在人比较喜欢吃香米，所以我们就改成香米咯。然后你下个步骤就是什么？先放在煤气，然后加水。哎，你直接加水了，没有洗过那个米？有，我们已经洗好了，放干在这边，然后才煮。哦，有没有把那个米好像爆香在油里面？没有，我们是传统的，全部没有爆香。OK。传统是这样子，你的 grandma 我不懂为什么有那个 pattern 呢？OK， 所以用火炭跟用煤气煮出来的这个沙包饭啊，它的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是在火炭上面时间比较长，因为在煤气只有5分钟而已。如果说纯粹只是用火炭来煮的呢？我有试过，是一样，也是一样啊，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的料哈，
都全部已经调配好了，是不是？对啊，调配好了。你这边不是叫做5味嘛，对不对？我们叫杂食饭。不过里头都是有5样啊，5样东西。OK，5样啊，分别呢就是那个鸡肉、腊肠、润肠、咸鱼、腊肉。除此之外，你还有加了什么？麻油啦，还有米酒。黑黑的，这就有酱油也是啦。对，酱油。那在调味方面，70年前跟现在的都一样吗？都是一样，从以前到现在哦，没有变。这样哦，这样就是差不多了啦。对。直接的这样倒上去。啊，倒下去。然后盖上锅。然后直接放上去焖20分钟。这环节要注意火候 ，OK， 火炭会有大有小的，所以要特别去注意它。如果觉得太大，你就翻去比较小的火，或者拿一点火炭下来。所以全部都是凭感觉的哈。然后我的直觉告诉我呢，我的脸现在呢越来越红了，好不好哈？你就煮一份给我们试试看。可以。我们就去到一个比较凉的地方坐下来。好，你慢慢玩哦。哇！你已经把那个盖子一掀开的时候，哇，那个咸鱼的味道哦就扑鼻而来，好香哦！谢谢。你用的是什么咸鱼啊？梅香咸鱼。古早味的沙包饭，他们用的那个咸鱼都是梅香吗？啊，也是。一路来是梅香咸鱼。那古早味的沙包饭跟现在的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没有改变过。所以这个即将要吃的就跟以前的没差别。对啊，没有差别。不用还原了。你直接进去里面煮哈，我们节目就结束了，谢谢，下个星期再见。问一下，这个油是什么油呢？猪油掺花生油。以前是纯粹是用猪油的，对不对？对。以前的有没有猪油渣的哈？有，现在是有猪油渣。不过我们丢掉，没有用。丢掉？我可以来拿吗？真的是罪孽深重。OK， 讲了那么多，我们连吃都还没有吃了，有点望梅止渴，就在那边说很多话这样，就来搅拌了嘛，是不是？对。哇，那个梅香咸鱼很新鲜，因为你还可以吃到那个咸鱼很新鲜。对，很奇怪嘞，这句话嘞，你知道，因为有些咸鱼哈，它只是咸，它没有那个咸鱼的味道。不过呢，好像这种啊，你在吃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一种香气。对。据说早年的沙包饭是本地烧腊摊档的陪衬美食，在上个世纪70年代逐渐成为主流。在物资缺乏的年代里，食客要求多加点米饭，好让多人食用。沙包饭才从1人份的煲仔饭演变成为多人份的沙包饭。追寻历史脉络，有说沙包饭起源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街头。原乡广州的沙包饭至今仍保留着即点即煮、1人1份的特点。所谓秋风起，吃辣味，原乡广州的沙包饭也就是煲仔饭，起初只在寒冷的秋冬2季售卖。所以你们的档口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嘛，对不对 ？Original 的掌门人啊是谁来的？我家公，他是在1950年时候开始，他当初是卖点心、烧腊，还有沙煲饭一起卖的。我是在80年接手。为什么你会接手这门生意啊？因为我家公的心血了，他也是希望我们接手下去了。然后谁会接手呢？因为我只有个女儿，她做工。因为这个很辛苦啦，女孩子是很难去接手的，需要很多帮手。但是我们全部已经都老了，所以也不可能帮她的。其实如果说好像有时候我们已经传承给第2代了如果第3代不接手的话，如果每一门老字号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或许会等到有一天当我们想要还原那个古早味我们都还原不到了。那一个时代的那个味道呢，就会这样完全的消失掉。那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对不对？呀，哎呀，说着我要流眼泪了。林老板，再次呢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5味沙包饭的做法呢。我也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徒弟还是什么的，把你的这门手艺呢传承下去。对，希望是这样。希望是这样对，好。
来 ，Brian， 你的沙煲饭来了。Awesome！所以这个是餐蛋沙煲饭。吃沙煲饭就是这样啊，一上碟的时候呢，就要马上加入那个油啊，还有那个黑酱油嘛，对不对？对。然后就开始翻啊翻啊翻啊，哇，那个香味啊扑鼻而来，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好的。OK， 我就先吃餐蛋。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就是颠覆传统的这个沙煲饭哦，然后就把它变成这个餐蛋呢？这个是改自香港的餐蛋面，因为它在面的时候，午餐肉跟鸡蛋很好搭配，所以我就想看看放在沙煲饭会不会也很好吃。然后你推出了之后，是不是真的是受到这些年轻人的青睐呢？对，因为它煮的时间也比较快，然后味道也比较好。这个我觉得 OK 啦，因为和午餐肉配鸡蛋哈，我们都吃惯了嘛。对。我在家里也是，就是油炸午餐肉，煎一盒包蛋哈，配饭就这样子吃。只不过你这里就比较花俏一点了嘛，在一个小个的 clay pot 里头呢，然后呢又有锅巴，又有那个油，又有那个热气。OK， 这样这个呢，这个就是那个烟熏鸭。烟熏鸭是非常的西式嘛，对不对？对。我比较喜欢吃这个，它口味比较重，因为沙煲饭本身哈就有一种烟熏味了嘛，因为你是有用火炭对吗？对，所以它已经有那个火炭的那个炭香在那边了，所以再加上这个烟熏过的那个鸭呢，那个整个烟熏的味道哈就更加的浓郁。这个我觉得很成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灵感做这个，用这个烟熏鸭的呢？因为就是要配搭我的鸭肝润肠，它的甜，然后。用烟熏鸭的话，它会偏有那种烟熏的味道，还有一点偏咸，所以我就把它们两个 try to 搭配起来，看它的味道会不会有更多的那种层次的口感。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卖，为什么你要卖这个沙煲饭呢？第一点，我自己本身很爱吃沙煲饭。OK。第二点，我想保留传统，给多新一代的人尝试到传统的味道。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用的是比较古早式的煮法吗？因为以前都是用火炭的嘛，对不对？之前就是全程用火炭，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比较忙，没有那个时间去等我们，所以我就改成一半用瓦斯，然后到收尾做锅巴的那一段，我还是用回火炭。其实用那个火炭是对的，因为他们吃这个沙煲饭的时候呢，一定要有那个炭香味嘛。对，谢谢你啊，Isaac啊，今天跟我分享了你的这2个啊，颠覆了我们传统沙煲饭的一个沙煲饭。2个当中，你知道我比较喜欢哪一个了哈？对，希望你可以把这个烟熏鸭呢发扬光大。黄老板，你好，你好。听说啊，之前呢，你是一个粤菜餐馆的主厨啊，对，所以你对粤菜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啦。啊，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啊，你可以让我们知道啊，这个广式的沙煲饭啊，跟我们本地的沙煲饭差别是什么？好。哇，我每次都是先闻到那个咸鱼的味道的嘞，然后才是那个。现在闻到。我感觉上你的酱汁不单单只是黑酱油而已哈。对，我们有配过的。哦，所以你的油跟黑酱油都已经在这里了。对。里头有些什么啊？有几种的材料，好像这个姜、蒜跟小葱头去爆香后，才加这个黑酱油啊，三超王啊，还有鸡精粉啊，提炼出来。我们做这行有40多年哦，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沙煲饭，没有停的。每一年到中秋的时候呢，香港每一个店都卖沙煲饭，因为它开始冷，吃到这个沙煲饭，哇，这个身体很保温。啊，这个锅拿过来是滚滚的，你还有闻到它的香味。啊，所以沙煲饭在顾客心目中是有一个地位。我记得啦，在香港那边啊，他们不是叫做沙煲饭了，他们叫做煲仔饭。对，香港是一个人一煲，叫做煲仔饭。小小的，没有这么大的。好像我们这个是3个人的饭量哦，就沙煲饭，因为它很大个。哦，这个煲仔饭啊，他们都有很多的选择的，对不对？对，我们喜欢什么呢？好像这个牛肉饭。喜欢加个鸡蛋也可以。是啊，有些是单辣味也可以，但是新加坡特别喜欢，就是这个辣味花鸡饭。对，那
你用的这个包哈，啊跟我们习惯的沙包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沙包来的。这个是瓦包。这个瓦包跟沙包呢，它的差别是什么呢？这个瓦包耐高温，没有这么容易裂掉。这个纱布你煮它几次饭，它就自动裂开，很危险的这个。所以我们香港的餐馆全部用这个瓦包来煮纱布饭。不过新加坡这里在本地就很多人都是用那个沙包，是不是？对，在本地我看到很多。所以你在煮这个沙包饭的时候呢，你的整个工序步骤跟本地的沙包饭是不是有一些的不一样呢？有，好像我们这个沙包饭过程大概要45分钟。电饭锅煮饭它不会起这个锅巴的。你的锅巴的颜色好漂亮啊！你看金黄色的。好像我们煮这个沙锅你要45度慢慢去烤它的边。为什么锅巴会上到来上面？就是我们这样。它的火在下面，4分钟要转一次，每4分钟要转一次。对，如果不是它会烧焦。师傅，除了这个转的方面，如果我要煮一个古早味的瓦包饭还是沙包饭的时候，用什么米呢？我们要2份的老米，1份的新米，它才煮出来这个饭呢，也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这个是古早味道，现在也是一个要求。还有最重要是给它水收干才下这个材料，因为你的饭里面的水还没有蒸发掉，你就放下去，出来的饭就烂。OK， 然后你放了鸡还有别的材料，就会盖回去，盖回去，然后才开始转。一直转，不要去开它。好的。说到这个材料，其实你材料也是很重要嘛，对不对？对。像你的这些腊肠啊、润肠啊，还有腊肉啊，是哪来的？我们是买一些广东的腊肠，所以注重在它酒的味道。好像香港喜欢什么玫瑰露酒，跟本地不一样，本地的糖分很重，酒没有这么重。这个汤是用来洗手或者是漱口的。洗手，有油的。不是，这个就是我们沙煲饭拿完后，它的锅巴，我们就用这个汤，还有加这个芝麻、葱花、盐丝下去，就多一个吃法咯。感觉上好像在吃另外一道菜。对。你这上汤是什么汤来的？里面有什么？有用一点火腿啊、鸡啊，慢慢熬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吃法我在本地倒没有听说过有人这样的吃法。这些是我们港式啊或者广东式才有，跟本地的古早味有一点不一样。原来如此，这样子的一个吃法我很喜欢。可是就不知道本地的这个沙煲饭到最后我们有没有加任何的汤啊还是什么，然后来吃的？因为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很圆满的完成了这一道菜，对不对？对。呀。Chef 文祥你好。嗨 Brian 你好。马上为我介绍一下你的这2道菜好不好？这一道就是我们的主打招牌安然销魂煲仔饭。所以里头有些什么？为什么人家吃了会黯然销魂呢？甜香，又是烤的又是炸的。烤的是什么呢？烤的是我们的招牌叉烧。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就是客家炸豚肉。所以有那个广东菜，还有那个客家菜。人要吃是要怎么吃啊？里面的酱汁已经是调好的，不过会特别为你预备这个沙煲饭酱油。当你吃到不够味道的时候，你可以加这个酱油下去。这样的话我就开始了啦哈。全部都有，我有香菇，我有那个炸肉，我也有那个叉烧，也有那个饭，还有一点点锅巴。是不是黯然销魂？还没有魂飞魄散，还没有魂飞魄散。3个主角，一个呢是你的叉烧，一个是你的炸肉，另外一个是那个香菇，搭配的非常的均匀，有点比较奇怪的啦。一般上了，当我们吃那个沙煲饭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些
其他的材料放下去一起煮，那些材料的原汁原味啊，都会留在那个饭里头嘛。不过你的这个做法啊，感觉上就是你的料都已经是在边上啊，已经做好了，最后才搭上去，这样怎么会有那个所谓的饭香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采用鸡汤代替这个清水，所以煲出来的饭才有这个鸡油的香气。下一道，好，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黑松露胡椒牛肉煲仔饭。牛肉本身煮得太久的话呢，就会很老，所以你的处理方式又是怎样的？首先我们会将牛肉煎至半熟，然后等到沙煲饭半熟的时候，我们再将这个煎至半熟牛肉放在砂锅里，因为你有煎过的牛肉吃起来会更加的显示到牛肉的香气。听你说了那么多，该是时候让我试试看这个了啊！好，2个当中一个让你惊喜，已经算很不错了。很少会2道都让我惊喜的啦。So， 先闻闻看，好奇怪的一个味道，松露的香气先来，然后呢是那个酱青的那个味道。凡事都有第一次，对不对？第一次的尝试。它这里这个牛肉啊，真的就是很像那种港式的那种姜葱炒牛肉的那种感觉。当我单单只是吃它的饭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层一层不同的那个味道在那边。最强的那个味道呢，就是那个松露的香气。后来呢，来的是那个酱青的那种香气，最后来的就是那个黑胡椒的味道。这是2道非常了不起的颠覆了这个沙煲饭，我觉得做得好，谢谢你。Chef， 你现在是不是对这个古早味的沙煲饭呢有更深层的了解了呢？对，我现在比较了解怎么样煮那个饭，用什么材料了。是，现在呢我们要拜访的这个老字号啊，店家本身呢，他16岁呢就到牛车水一带的沙煲饭档口呢当学徒，在1979年呢他就自己当上老板了。Hello， 钟老板。哎，你好。好吧。好。你在绑那个沙包啊？对。为什么要绑沙包啊？绑会比较耐用一点嘛，你不绑的话，它很快就会裂。你要不要试试看？好啊，我试试看。你可以教他怎么绑这个沙包吗？你看啊，首先我们是一头一尾把绑过去先，然后这边再给它穿过去。OK。那一般上一个沙包可以耐多久啊？通常是2个礼拜到2天。啊。你还要浸水呢。所以现在的这些沙包跟以前的沙包品质方面有没有？品质不同，大概60年代的沙包是会比较好。老板，我注意到你的店名就是瓦煲，这个是方言60多70年代的时候，全部的老人家呢就说方言是阿煲飯，冇人講嘅是沙煲飯。现在就是流行沙煲飯，他不会送阿煲飯。所以古早味的沙煲饭其实是叫做瓦煲饭。OK， 那你可不可以煮一包最有古早味的辣？就是5味啦。鸡肉、咸鱼辣、长腊肉、大头菜。好。早期啦，吃这些沙煲饭，他们是不是有所谓的这种仪式呢？就是掀开盖子啊，就是加油啊，然后加黑酱油，然后一定要把那些料给拿出来啊。这个是比较早吃的方式啦。现在另外有一种方式是鸡肉跟饭全部捞在一起，如果是这样吃的话，就比较香一点。哎，等一下，那个是什么来的？这个是大头菜。为什么你有放大头菜的，而且会放这样少？就放一点点就好了，很咸的，它要那个香味。所以这个大头菜是咸的啦，是有腌制过的。对。OK。这样，你的这个鸡肉有去掉骨的吗？连骨的。早期他们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也是连骨的。是，其实很重要的，因为你连骨的话呢，那个骨头里的汁啊，也会渗透在那个饭里头。因为以前他们是有用鸡油的，对不对？对，现在没有用鸡油了，很少，猪油也是没有用。但是如果放猪，真的是很香的。是。对。另外就是这个酱油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以前的酱油跟现在的酱油。对，但是我们拿了这个酱油啊，它还是老招牌，它的还是用那种桶来酿的哈。对。这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的。它不同点，对。除此之外啦，早期的这些腊肠啊、润肠啊，都会比较肥美一点，比较肥、比较满、比较好吃。
还有啊，我们都是喜欢挖那个锅巴来吃。千万不要挖，我的锅会破。人要怎么样？那以前的人他们也不是一样这样子挖那个锅巴来吃的吗？对他们以前挖是这样，他们的饭把它放在这边，老人家啦，年轻人是没有的啦。OK，他们就淋一点点这样。这个早期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吃的，他们喜欢这样吃的，因为他们想很香啊，然后他们就拿来吃了。哦，他们是一开始就吃吃锅巴的。先，然后这个又倒回去，等那个鸡肉又倒回去，又盖住，他们再喝茶，大概10分钟左右，他们又继续吃。所以感觉上啊，吃这个沙包饭啊，好像有一种仪式。对。哇，这样那天哦，我们还原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嘞。好的，我们要有那个仪式，有没有？还要泡茶。是，然后要等15分钟这样子。OK， 刚才呢，我就听你讲故事哦，听到很爽嘞，连这个锅巴哈加上茶的那个味道，我都不懂是怎么样的。会有点苦的味道。好好玩的那个味道，因为有那个茶的香气。你用的是什么茶？茉莉花。对。你看，我就是那个花的那个香气，然后带有点苦辣。对，你拿出来烧的时候你就弄，就不会苦。是。最后一道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哈，是这样讲啦。如果说我跟他去牛车水啦，买一个新的沙包啦，对不对？那个沙包从来没有用过，又没有 condition 过，它没有自己的那个沙包的那个香气在那边。我可以借你哦。啊，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了啦，意思浅浅你也明白了，是这样的哈。啊，你拿回去用啊。OK， 好 ，Good。Hello， 欢迎欢迎。你是 Xavier 啊？对，我是 Xavier。你是要给我吃那个颠覆了的那个沙包饭，对不对？对，已经准备好了。啊，你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对。这是我们的招牌菜鲍鱼饭。这个颠覆的很好。对，2粒鲍鱼在那边跟我打眼色。OK， 我可以吃了。可以，我来帮你搅拌一下饭。哦，你还要帮我service一下？哎呦，太好了。对，就是我们的鲍鱼饭。哇哦，非常有诚意的一个作品啊！谢谢。通常啦，吃这个沙包饭的时候，一掀开啊，就有那个非常浓郁的梅香咸鱼的味道嘛。不过你的是那种日式的浓郁的那个味道。我们的酱汁里面有那个鲍鱼汁，然后过后是用日本的 soy sauce kombu 也是 age 它 for 6个月，所以会有那个umami的味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去颠覆一个传统的这个沙包饭呢？所以以前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平时就是看他们煮沙包饭都不会有那个锅巴，所以就觉得如果可以弄成有一点锅巴的味道，可能会更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结合了日式跟我们本地的料理的一种做法啦，算是对。不过你在煮这道沙包饭的时候，那个工序跟我们传统的煮这个沙包饭的是一样的吗？工具其实是一样，米这些就可能不一样。你用的米是日本米？对，日本米，我们叫 Unipiga rice。煮饭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鲍鱼汁来煮那个饭。做了锅巴过后，就是我们会加那个鲍鱼跟那个鲍鱼汁在上面也是。你说做那个锅巴哦？对，是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的 style 就是加了一点猪油，就是给它比较脆的。煮到最后5分钟，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一个45度的 angle， 所以慢慢每一个边都可以脆脆的。哎呦，现在迫不及待要吃了。哦，这个呢，坦白说非常的好吃。饭虽然看起来有点黏糊糊的，不过当你送入口中的时候呢，它又感觉上有点粒粒分明哦。对。然后那个扑鼻而来的那个香味呢，就是紫菜的那个香气，然后你也可以吃到这个鲍鱼的那种天然的那个甜味。你这么咬一咬，
熟悉的咔咔咔来了，那呢就是锅巴的那个味道，对这个炭香味，那个焦味，然后哇，一咬下那个猪油，那整个口腔呢都是那个猪油，再加上那个紫菜，很神奇。你的鲍鱼是新鲜的鲍鱼嘛？对，我们是新鲜的鲍鱼从日本来，就过后我把它用sake 还有汤汁，有一点蘑菇，就把它煮了4个小时。它虽然很多层次啊，可是吃起来它一点也不复杂，它就是单字一个爽，对，最重要。是，吃了那几家老字号的沙包饭之后呢，我突然间有个领悟哦，就是其实那么多年来沙包饭的味道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所以我在想啦，要还原呢这个5味沙包饭呢，其实呢一点都不难。对，可是材料是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有那个古早味。所以在还原的时候，你会给我怎么样的惊喜吗？腊肠跟润肠我已经做了，哦，咸鱼跟腊肉没有时间做。没关系，所以我才带你来这个地方。这里呢就有一个干粮批发商，他呢可说是老字号，我们要的东西呢应有尽有。来，蔡老板。嗨，你好。哎，你好。今天我们要买梅香咸鱼，另外一个就是腊肉啊。可是我们是最传统的腊肉味。可是人家不是讲说腊肉往往只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之前才会推出的吗？现在时代不一样啦，现在随时都有，以前没有冷库，做完了马上现卖。现在呢，我们做好了都收在冷库，随时都有货。现在有冷库嘛，所以很多人都冷酷无情。OK， 好，我们先说说那个梅香咸鱼啊，就这个啊，闻闻看，古早味，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味道？是这个味道，就是梅香的味道。那这个梅香咸鱼是怎么做的？它在海上打捞的时候，因为这些鱼群一打捞是很多啊，那么如果全部拿去冷冻，当时可能没有这个技术，就没有冷库嘛。是，那么他们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去发酵，用盐来腌，到上岸的时候就拿去晒，啊，它就产生这个味道。不是说一定要是把它当鱼啦，不一定，安格利也可以哦，有几种鱼可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腊肉有。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包好，放在冷库里面保存它的新鲜度，而且卫生。有没有闻到味道？好香哦！你这过年了啊！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啊，这个就是它冷的时候那个油，白白的是油。那早期的腊肉啊，它的肥瘦的比例又是怎么样的呢？早些时候的肥肉肯定多，那现在因为市场都讲究比较健康，可能瘦肉比较多，肥肉没有那么多。那我们买了带回家怎么样保存，然后怎么样清理呢 ？OK， 基本上回去放在冰箱就可以保存1个月、2个月都没有问题。那你要怎么吃呢？就是通常用洗米的那个水，把那个油泡掉之后，还拿去蒸。用米水？洗米水会去油的。连这些比如说这些腊肠都可以用米水。都是用米水。外层都可以用米水。哇，这个米水很多的那个。米水以前当肥皂用的，之前。这样用米水来洗脸，脸会很滑，对不对？对。OK， 好，这样我们要多少份？4条腊肉。可以。1条梅香咸鱼。帮你包。好，谢谢。现在我们要还原的呢，就是5味沙包饭。对，不过今天我们做的分量呢是1人份，所以呢叫做煲仔饭。OK， 我跟你说，今天呢我不是来摆美的，你要我做些什么呢？你要我砍鸡，对，然后呢我也可以替你做猪油，其余的那些肉啊什么啊，就你自己来做，可以的，好不好？好的。好，我们开始了。开始。好，所以这个是宫保鸡。对。哇 ，very nice！ 你切的那个肉是来干嘛的呀？我要示范给你看怎么样做腊肠吗？也好，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中式的这个腊肠，西式的我有做过。所以我们用的是3层肉，因为当时那个安哥讲，现在的腊肠跟润肠都不会那么肥，是比较瘦，因为现在人呢都很注重那个健康啊。不过现在我们要还原那个古早味的那个腊肠嘛，所以它应该是比较肥美的。所以你看这个3层肉，
因为切成一条一条，不是肉错来的。我们不用 mince 它的哈，不用就这样子粗粗的啊，一条一条这样，所以你放进去的时候有瘦肉跟有肥肉。啊。好 ，Chef， 鸡肉呢我已经跟你分解了啊，现在呢就由你来腌制吧。我们腌的是很简单的腌，就是照着林老板告诉我们的，就是米酒、麻油，这是古早味的黑酱油。哦，是哦。啊，他们是 ferment 12个月，在缸里头的12个月给它发酵。哦，它真的有一个独特的香气在里边哈。好，你在搅拌的同时呢，我就开始准备啊这个猪油了哈。切这个猪油呢，我跟你讲啊，你切的太小的话呢，你的猪油渣呢就会变成是很小粒很小粒，所以呢它是要比较有一点小粗，比如说这样子。这样子呢，它榨干了之后啊，它就是好像一个脆薄薄的一块东西，金黄色的，非常的诱人。好，在里头呢，你就加一点水，然后有人就觉得，哎，为什么这个用水来煮这个猪油啊？其实呢，我跟你说，一定要把那个水呢给加在那个猪油里头呢一起煮。等到呢，它的那个水啊已经蒸发掉了之后啊，然后慢慢它的那个猪油呢就会被这温度慢慢的给逼出来，然后看到它一脆的时候呢，马上呢就要把那个猪油渣跟油呢一起给分开。因为油是热的，你把它停留在里头呢，它会继续的煮，然后就焦了，就变成灵凤焦了呀。OK， 现在我们做腊肠。是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五花肉，还有这个是3层肉。是，我们就把这个肉放下去。是，然后加糖，还有这个酱青。这个是米酒，可是是本地制作的哦，它有那个玫瑰露的味道。是我们那些店家也跟我们说啊，早期的那些腊肠啊，酒味呢是蛮重的，就好像那天呢，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哇，闻他们的腊肠的时候哦，我就觉得哇，好香好香，然后我心里面就讲说，为什么不要跟他买？为什么你要做？因为就是我要这个肥肉嘛。是，因为其实那天我们看到的还是蛮健康的啊，所以当我们要还原的话呢，我们就要真正的还原到那时候的那种腊肠。所以，谢谢你，圣诞，你很有心思。不过这些都是做腊肠的馅料嘛。润肠呢？润肠你就加那个鸭肝下去。哦，所以只是多加了那个鸭肝。对。今天不做哈？已经做好了。哦呀，所以今天只是 example 那个腊肠而已啦。OK， 所以这台呢就是那个 meat grinding machine， 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给它，不要跟它搅拌。对。所以现在你就是把它放进去，然后它这边不出来，然后进来这里，就是。出来了。我们停一下好不好？停一下 OK， 那你拉出来。然后要绑哈。绑它的尾端。就打死结就对了啦。现在你可不可以说我你自己已经自制好的那些腊肠啊？可以，来。哇 ，dry age。这是我2个星期前做好的润肠跟腊肠。哇吼，这个是。腊肠腊肠，因为它颜色蛮深的，我还以为是润肠的。有红线的是润肠。哇哦，很好，这样就够了哈，又不是为整村人。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切了哈。可以，你帮我切好的。可以。哇，我觉得今天的沙包饭呢，会让我吃得非常的满足，然后真的是罪孽深重。哇，我们来看看它的那些纹线也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这个梅香咸鱼，我不用看哦，我就可以闻到它那独特的香气。OK， 其实万事俱备了嘛，对不对？现在呢，我们就要那个主角了哈，就是那个饭。其中一个店家说是老米配新米。是，所以呢，就是老米呢2份，新米1份。对，煮饭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粒粒皆辛苦，所以每当我们在用任何的食材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给它100%的那个尊重。现在呢？现在我们盖着，然后用火炭来煮。火炭。哇，我们今天的厨房呢，真的是蛮不错的，真正的就是好像在吴小溪那种后巷那边的，很有 feel。我们的火炭也准备好了，我的这个芭蕉扇也准备好了。OK， 我们就放上去煮5分钟。
那今天呢，我们可说是诚意满满了啊。因为古早味的这个沙包饭呢，全程呢都是用这个火炭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一样，就是从头到尾呢都是用火炭来煮，所以肯定呢，它一定有那个炭香味。现在我们把那个猪油给加进去，接着呢就把不同的五味啊给放下去啊。哦呀，你就开始做这个倾斜的那个动作了啊。所以呢，每4分钟呢要转一次。这些工序虽然是比较耗时，不过为了好吃的锅巴呢，是值得的。是。哇。那我们要商量一下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吃法？我觉得，因为听了不同的店家说了之后呢，我们应该守旧一点啊，就是以他们比较古早的方式来吃这个沙包饭。我们就先把那个料啊拿出来，然后加了这些东西，跟它翻了之后呢，再把那个饭给倒出来，然后呢，先把那个茶给倒进去那个锅巴里头，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盖上让它焖，然后呢，我们呢就喝口茶吧，来。来。谢谢。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你知道吗？因为呢，今天呢，我觉得你很有诚意，在很多方面呢，我们都从无做起。对啊，的确是真的很有古早味。来，喝茶。感觉上你今天呢，好像是已经呢还原了古早味的五味沙包饭。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也得还原你的名字，从节目的一开始。我又叫你圣诞老人啦，生蛋啦，可是你真正的是叫做什么名字呀？陈贤惠。啊，等必须都那个贤惠，你真的是叫你叫他贤惠啊？真的是贤惠。坦白说啊，今天呢，见识了你的厨艺呢，我觉得你真的是很贤惠。谢谢呀，所以呢，这个已经焖大概好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来喝这个了呀。哇。那个锅巴的香气里头呢，又有掺有梅香咸的味道、辣味的味道，然后那个茶香的那个香气，还有那个锅巴。我不是要讲什么的，不是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锅巴汤最好吃的，因为啊，我们的锅巴很成功它的颜色呢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吃起来是谢谢那个老板示范给我。对，那个45度的，然后每4分钟旋转一次的。不过呢，我觉得呢，你的努力呢没有白费，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吃饭了。把这个再倒回去，对不对？然后现在呢，就把这些材料搅拌的好一点，让那个梅香咸鱼再跟它搅碎。你没有吃到那个腊肠还是润肠呢？我都知道了。我的第一口里面我就很狡猾的把这个腊肠、润肠还有那个猪油一起的送入那个口中，所以我现在这个口腔甚至通过我的鼻腔这边出来的那个味道都是那个梅香辣味，而且重点是我们在煮的时候嘛，我们就没有放很多什么盐这一类东西，我们也没有放味精没有。不过呢，整锅饭的那个味道呢，真的是非常的浓郁，全部的香气和味道都是来自我们放上去的那些食材。是很好的材料，简单的煮出来的。对，其实我觉得这锅沙包饭呢，就完全体现出只要靠简单的食材，好好的去享受它的原汁原味，搭配好的话呢，是一种人间上的享受。所以，经过我们这一集的拍摄，你的感想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很幸福，可以跟老字号的学了几招，然后也是有一个机会来煮这个沙包饭，是可以 remember 我的外婆。还有呢？这什么？我啦。不过这里呢，非常谢谢你今天呢上我们的节目，帮我们就是还原了5味沙包饭，我觉得成功，谢谢。谢谢。